Hello， 欢迎回到品家音响。那么 Auralic 他们全球卖到翻的 Altair G1 数位串流 DAC 呢，终于有 G2.1 的版本了。那如果你对于 G2.1 这个系列不太熟悉又不太认识的话呢，我们把介绍链接放在下方，那你们有兴趣呢，可以点进去认识看看一下，或者是可以参考我们上一支拍 Series G2.1 超级生平器那支影片里面，我们有介绍到一些 G2.1 系列它的硬体设计跟一些软体架构的东西，那个也可以拿来参考看看。那我身后这一台呢，就是 Auralic Altair G2.1 数位串流 DAC 了。那 Altair G2.1 这台的价格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尴尬的点其实不是针对 G2.1 系列产品，而是针对 G1 系列里面的 Vega G1。因为同样是要花10多万要买一台 DA 的话，你10多万到这个定价17万的产品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G2.1 系列，而不是 G1 的硬体架构的产品了。所以如果你有预算想要花10多万要换一台新的 DA 的朋友呢，其实可以认真考虑就是添购 Altair G2.1 了。Auralic 他们的 Altair 系列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ll-in-One 概念的产品。那它结合了 Arius， 结合了 Vega 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当 Lightning DS 的音乐伺服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做数位转类比的解码。那像这类的产品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你有预算考量、空间考量以及功能考量的人。Altair G2.1 呢跟 Altair G1 它们主要功能呢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之前呢我们有拍过 Altair G1 的介绍影片，那如果你有兴趣呢，在上方跟下方的连结呢都可以点进去看看。那这次 Altair G1 呢，它提供了稍微不一样的功能，也就是它多了类比输入。那它有给你2组类比输入，第一个呢是 RCA 的 Line In 输入。第二个呢是 Phono 的黑胶唱头放大的输入，也就是说，这一台 Altair G2.1 这台数位串流 DAC 呢，它横跨了纯数位跟纯类比2个世界的功能了。因为都是 G2.1 系列 DAC， 所以呢，它的类比输出模组上面呢，使用的是非常高品质的 Orfeo A 类放大的类比输出模组，它可以确保呢声音讯号在一个非常低讯噪的环境之下，然后输出出来。所以在这个模组的控制之下，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让 Altair G2.1 来当前级扩大机哦。而且既然是 G2.1 的等级了，它一定要跟 G1 有所不同。那 Altair G2.1 的内部构造跟其他所有的 G2.1 系列产品一样，它都具备了高品质的铝合金切触的外壳。除此之外呢，它里面还有铜箱来保护它内部的电路，因为有多了黑胶的 唱放，所以在机箱内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专属的 唱放模组。那未来会不会有 MC 唱放呢？不知道，说不定未来可以当客定。不过目前为止呢，有 其实就非常的够用了。那 Altair G2.1 呢，它电路板看起来也比 Altair G1 再厚一点。所以我们猜测啦，在电路设计上面，它不会因为 Altair 这个型号，然后就偷工减料。而且呢，虽然说都是用了 Tesla G1 的运算平台，不过我们自己在猜啦，在 FPGA 晶片的程式撰写上面啊，应该是会因为是 G2.1 跟 G1 等级不同，里面的软体撰写呢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再来，类比讯号端呢 ，Altair G2.1 用了跟 Vega G2.1 一样的Orfeo A 类放大的类比输出模组，这就能够确保说，数位解码之后到类比端那边有比较好的、非常高品质的低讯噪、超低失真的类比输出。我们这次测试的器材呢，我们使用了2种器材，第一个呢是耳机，第二个是喇叭。那耳机方面呢，我们使用了 Odyssey 的 LCD2， 这是开放式的耳机。另外呢，喇叭我们使用主动式的喇叭，也就是来自 Genelec 的8330这台数位 DSP 的监听喇叭。当同一个系列的产品呢，它有推出一个比较高阶的型号的时候呢，理所当然的高阶型号它在层次跟一些声音品质上面一定会高的非常多。那 Altair G1 跟 Altair G2.1 在相比的时候呢，G2.1 它在细节呈现上面呢，声音的密度、音响性以及背景干净程度，还有呢动态变化上面，其实都老老实实的把这件事情做得比 G1 还要好非常多。所以当在听音乐的时候啊，你希望你能够听到细节，或者说音乐主体的东西听得要越明确的时候，
这件事情其实背景干净程度会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那背景处理的干净，当然音乐你在听流行乐，或者说你在听一些独奏的时候，那个本身那个主角一定会非常凸显出来，而且呢，有些音乐的元素，一些小小的细节，在播放的时候，也会因为背景够干净，那些细节不会被一些奇怪的杂讯所影响覆盖过去的时候，你会听到的东西呢，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选择比较中高阶的 DAC 产品的时候啊，当你听到 Altair G 2.1的时候，你一定会吓一跳，因为它能够带给你的那些音乐中的细节呢，是你之前用比较入门一点的器材所听不到的，所以你会重新再认识你所听过的所有的专辑。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比较中高阶的器材能够带给你的一些乐趣。当我们在讲声音密度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奇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我就用一个比较能够比较简单理解声音密度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好了，有点像是你直接听你跟你朋友之间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很直接进入你耳朵，你知道你的朋友讲话的声音，他的感觉，他的质感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呢，如果你今天把你们之间的对话呢用手机在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听到的声音呢会比较单薄一点，然后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那虽然说这个比喻的方式啊，不是说100%非常的正确，可是这主要只是要跟你说，当一个器材它能够把音乐里面的无论是人唱歌还是说乐器的诠释上面，它把这些东西这个厚度把它抓出来的时候，你更能够去体验到说，哦，原来这个乐器它本身的厚度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哦，原来这个歌手，原来他唱歌的功力那么好，原来他唱歌的这个声音的厚度有那么的高。那这个东西呢，在 Altair G 2.1跟 G One 在相比的时候，真的就有点像是直接你跟你朋友之间讲话，跟用手机录出来那种密度之间的那种差异。那希望这种解释方式呢，你能够稍微有一点点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不只是适用于 G One 跟 G 2.1的比较，也可以适用于就是比较高阶跟比较入门的器材。你在做比较的时候，其实在声音的密度上面呢，他们诠释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那当我们讲音响性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是谈论的是一个空间感的诠释跟舞台的一个呈现。那如果是在听古典乐的时候啊，其实 Altair G 2.1跟 G One 的相比的时候 ，Altair G 2.1它会更合理的，会更比较贴近现实状况的方式呢，去呈现当时录音的那个感觉那种状况。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它不会给的太夸张，不会太夸饰，不会有什么奇怪的那种穿墙、穿越窗户那种超级庞大的音场，因为如果是听古典乐的话，它当时录的时候，那个环境就大概是那样子，你不会再大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其实动态变化好坏啊，会深深的影响那个音乐它的情感上面的变化。因为一个动态变化非常不细腻的器材啊，其实在听的时候，其实那个情感会稍微比较平一点。你可以听到旋律，可是它能够带给你的感动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大。那像在 Altair G 2.1像这类的中高阶的器材，或者是更高阶的器材里面呢，他们在动态的呈现上面，其实是可以把情感做一个比较好的诠释。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高阶的音响，然后跟一个录制很优良的唱片的时候，这两者搭配在一起，然后听的都会起鸡皮疙瘩，会哭，会怎么样？那原则上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类比放大这边，他们动态的呈现其实是处理的非常非常的优异的。那 Altair G 2.1在17万这个价位左右来说，它在情感的诠释上面呢，虽然说它的音色表现是属于一个相对于理性跟中性的一个器材，不过它在动态的处理上面呢，也是会处理的非常非常的 OK 的。因为 Altair G 2.1里面啊，它使用了 Orfeo 这个非常高品质 A 类比放大的模组，所以呢，其实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让 Altair G 2.1去当一个前级扩大机。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拿 Genelec 主动式喇叭，然后直接由 Altair G 2.1来做音量控制，而且呢品质也相当的好。所以今天无论是用串流音乐，
还是说我们今天把我们后面这个 Rega 的黑胶唱盘，然后直接丢讯号到它的 唱头放大里面去听音乐，得到的结果呢，都是一个非常正面而且高品质的音乐享受。如果你今天预算足够，想要找一个中高阶的高品质、高音质的数位音响器材呢，当然 Auralic Altair G 2.1绝对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不只是可以 cover 了数位世界的东西，它同时呢也可以包办了类比世界的东西。数位方面呢，它最高支援到 DSD 512，然后 PCM 的话可以到384。那类比的话呢，就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它有 RCA 的 Line In 输入，它也有黑胶的唱头放大输入。那所以如果说你有订阅数位串流的服务，或者是你家里有 NAS， 而且同时呢你家里也有黑胶唱盘的话，那这些的一个 Altair G 2.1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音乐聆听需求了。希望今天这个关于 Auralic Altair G 2.1的影片呢，对你来说是有点帮助的。那 Altair G 2.1在我们店里面呢，其实都可以试听。那相关的试听跟预约方式呢，我们都会放在下方，都可以去看看。那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呢，欢迎按赞跟分享。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